你见过老师刮脸吗？一块热毛巾把脸糊热，小毛刷蘸满剃须膏，抹匀大半张脸，只需一把剃刀就能将整张脸刮得干干净净。考验的全是手上的功夫。老北京高卧胡同的靳大爷是北京名人，老爷子93岁高龄仍不退休，每日听着钟声起床，再将走慢的指针拨正。钟表店的人看他岁数太大，又不愿意干那个不挣钱还费事儿的活，三言两语就把人敷衍走了。靳大爷晨起的第一件事就是戴好假牙，将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然后骑着三轮车就晃晃悠悠的出发上班去。回报赌章坐在店前瞅见，都乐呵呵的打声招呼，再感叹一句：像靳大爷这么大岁数了，90多了。腿脚多利落啊！嘿，靳大爷自打17岁开始，到如今也剃了80多年的头了。除了家人，也就是那些老主顾还记得他，大爷就骑着三轮，隔三差五，按时按点上门服务。中国走过了大半个世纪，无论物价如何飞涨，靳大爷都是雷打不动的一口价。5块钱，遇上常年卧病在床的主顾老米，靳大爷就陪着坐一会儿，扯着嗓子劝老头：别进厂的，得活的，你该吃就吃。该喝就喝，你别着急讨厌。咱们都这岁数了，哎，有一天没一天了，谁看咱呢？啊，没人看你就没人看你，你别显着自个儿窝囊。是。说话间，还有老米的儿子过来，放下足够的白菜和蜂窝煤，掉头就走，10天半个月不带回来一趟的。直到剃好了头，刮好了脸，老米才露出笑模样，显出几分精气神来。穿点新衣裳。干干净净的，利利索索的，换件衣裳，干干净净的，利利索索的。适逢北京建设时期，大部分四合院都免不了被规划的命运。很快来了人梁院子，拆迁款按面积算。靳大爷的儿子偷偷多盖了间小房，盼着多收点钱，可惜被拆迁办的人一眼识破。靳大爷自觉是半截黄土埋身，不愿意算这细账，可50、60岁的儿子却不那么想。老大的儿媳妇都怀孕了，说话您就有重孙子了，现在还租房住呢。到处都是用钱的地方，他实在做不到像老爹那么豁达。父子俩一夜无话。北京城的清晨，上点岁数的都出来活动活动，往什刹海边一站，吊嗓子的、压腿的比比皆是，十分有朝气。沉闷悠长的钟声响起，阳光照在靳大爷枕边，老爷子悠悠转醒，环顾四周，自知又活过了一日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的，长舒了一口气，如同往日一般，给日历打上勾，颤巍巍的找到中风的老主顾赵大爷。赵大爷不似老米无人看管，邻居大娘无微不至的伺候。跟前跟后，赵大爷舒坦了，话也多了，把过去那些老黄历都一股脑的翻了出来。靳大爷30、40年代自己开理发店，北京城人来人往，军阀司令，京剧名伶，就连那日本人都好上了这口。赶上靳大爷得空了，还会给老主顾附送上一段筋骨放睡。有名、有权、有钱的那些人名，就在2个老爷子嘴边来回溜达。那个谭鑫培，谭老板，哎，梅兰芳梅老板，4大名旦。邢慧生、尚小云，哎，过去您要是亲眼瞧这些人呐，您得花钱去戏园子。我给他们做活，我听戏不花钱，还得站好地方得看。那是台上那侧幕啊，那真得看。哎呀，这一说话几十年了，这些人呢也都没了。哎，有名的、有钱的，怎么活着都是一辈子。哎呦，甭说他们了，就是咱们这几年，靳大爷您剃头刮脸的老街坊，这走了也不老少了，400多了，我都给他们数着呢。一晚往昔，赵大爷又提起了自己只知道塞钱的儿子，痛斥他不孝，愤愤不平的指天发誓，要把房子留给照顾他的街坊邻居。坐旁边的邻居大娘连忙表示不是为那个，可脸上却控制不住的乐开了花。闲暇时间，靳大爷就好跟那些老伙计打个牌，唠唠嗑。几个老人家也不避讳，细数近些日子离世的老朋友，再感慨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走到那一天。08年奥运会倒计时1000天的时候，常年卧病的老米悄没声的走了。靳大爷如同往常一样过来剃头，发现早已散发霉臭的屋子和僵硬多日的身体。靳大爷在门口抽根烟的功夫，火葬场就来了人，一个裹尸袋就运走了所有。靳大爷眼眶微红，一言不发地看着。离开时抿着嘴，一脸肃穆。老米的黑猫妞妞跟上了他，带走了老米屋中唯一的生气。
京中爆肚流前些日子去了，北京爆肚老字号也只有爆肚张尚在传承。靖大爷年岁大了，就好吃这一口老滋味。爆肚张的儿子都30、40岁了，瞧见大爷一到，赶紧搀扶着把人迎进去，径直往老爷子专属位置走，一脸陪笑的要给坐那的年轻情侣挪地方。小年轻一看见不言不语、面容苍老的靖大爷，就大声嚷嚷着：“凭什么？”店家好言好语的劝慰：“这老爷子都90多了，咱不是得讲个尊老爱幼吗？再者说，将来咱们不是都得有老的那时候吗？”靖大爷不想在这儿让人给脸色，别去了，我带主人回去吧。回去吃去了。连忙摆手让人别忙活了。靖大爷回屋，看着钟表一动不动，只等他走到整点儿。缓慢地拿出肚仁儿，才放进碗中，黑猫就过来低头进食。靖大爷突然放下了筷子，闪烁着双眼，看向了记载着大事小事的日历，颤抖着双手给老米画上了圈。老伙计又没了一个，什么时候才轮到他呢？黑猫眨着湿漉漉的眼睛看向他，这是他屋中唯一的活物了。居委会大妈过来的时候，靖大爷拉住他的手，热情洋溢，只盼着能再多谈片刻，给屋中添一份人气。当听到更新身份证有效期20年的时候，靖大爷转身抖擞了身体。老伙计，有效期20年的，他可得且活着呢。爆肚张今年80好几，一边享受着靖大爷的手法，一边数落自己孙子。谁照这孩子似的呀，非要学画画。现在呀，我已经绝了。嗨，画画你能画出什么名堂来呀？大街上画画有的是，你能跟照相机比吗？爷爷，你不懂，这画比照的好。好什么呀？这画能画出人的灵魂，这叫艺术。靖大爷听着大学生说的头头是道，不由得呵呵直笑。拍身份证照片的时候，靖大爷将头发弄得整整齐齐，听话的摆正身体。他已经30年没有拍过照了。跟老伙计玩牌的时候，忍不住说起刚才拍照的别扭和僵硬。这几位老人家的话题总是谈及生死。他们又想到老米没的时候，连张照片都没有，一向都是拿几10年前的老照片做的。靖大爷想起老米的死状，嘴里止不住的嘟囔，仿佛是在说给自己听。像样的呀，实在不像样的。人活这一辈子，走得干干净净的，利利索索的呀。是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靖大爷从床底掏出一盒相册，好几10年前的老照片了。黑白照片上的面容年轻稚嫩，靖大爷每翻一张就会哑然失笑。这是谁呀？我怎么不认识了？哎呀！第二天一大早，靖大爷就跑去照相馆取回了照片，可看着那一排排面无表情的自己，立马就皱起了眉头。儿子不明白老爹的心思，不是就做身份证用吗？可以了，都这岁数了，您还要个什么样啊？照好一点，万一有什么用处呢？儿子有些憋屈地坐下了。人到中年，他竟是满头的华发与沧桑。靖大爷一口口地抽着烟，默不作声地听着儿子对于生活的抱怨，拿出了床底下的鞋盒子，将所有的红色钞票递给了儿子。对，买点好药吃啊，别穷对付。顺便给媳妇儿、儿媳妇儿买点吃的啊！儿子接过钱，不好意思再待下去，有些臊眉大眼的离开了。靖大爷给中风的赵大爷剃头的时候，隔壁照顾的邻居大娘没好气儿的探出来：“走了好几天了。”靖大爷嗫嚅着嘴唇，脸上是吹灯拔蜡一般的死气沉沉。享福去了，他儿子用小汽车把他接走了。靖大爷垂下的眼睑瞬间抬起。这说这人还在呀。他仿佛是在活了过来，舒展了眉眼，又听到大娘讲述赵大爷如今是如何享福，他又不觉得暗淡了眼眸。大娘却还在旁喋喋不休，说的好好的，万一有个好歹，后事都托不给我了。您看见了没有？走的时候连个招呼都不打，只没下的钟老衣服和衣裳都放在我这儿了。这些满腹的牢骚和咒骂，靖大爷只当没听见。他凝望着那张遗像，微怔了神情。靖大爷没成想，过了不到2天，他也坐上小汽车了。赵大爷的儿子接他过去给自家老爷子理头发。哎呦，别说您不愿意去了，我也不愿意来呀！去这么远的路，剃个头还不够我这油钱。打刚来那天就闹，非要一个人回他那破房子里去住，还不想想那些街坊们凭什么要伺候他呀？那房子说话就要拆迁了，破也值他个70、80万吧？怎么讲？地界儿贵呀。那是什么地方啊？鼓楼下一角，属于京城文脉地区，
又处在中轴线上，他踩着龙脉呢。您说我能伺候他吗？啊，他这不是诚心作我吗？静大爷一声都不吭，只抱紧了自己装满家伙事的小包，转头看着那些陌生的高楼大厦出神。赵大爷的儿媳妇一看见苍老寒酸的静大爷，当即露出一脸嫌弃。进屋立马大惊小怪的让换鞋。当看见卧在被窝闹腾的赵大爷，静大爷也不再冷着一张脸，上前搀扶起老伙计，为他洁面、剃头、刮脸。在这样的现代建筑中，这样的老手艺违和的存在着，却让两位老人奇迹般的安静下来，一个专注，一个享受。剃刀在脸上轻触，刮掉胡须的擦擦声响彻在这北京城的清晨，在这高楼林立中的一角。回去的静大爷没有接那2张大气豪爽的红色钞票，只打开车门，晃晃悠悠的回了胡同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在鲍赌张家打麻将的老伙计们透露了一个消息：赵大爷在儿子家走了，葬礼也办得静悄悄，什么人也没惊动。怎么着不是一辈子呢？奥运会即将举办，什刹海聚集了不少坐3轮车的外国游客，旁边跟着的讲解员操着一口流利的英文。鲍赌张的小孙子受邀来给静大爷画肖像，老爷子想穿身正经一些的中山装，可现在的服装店没有他想要的衣服，费了半天劲，导购员只将他介绍到外面老店定做。小鲍赌倒是很兴奋，静大爷岁月雕刻的脸上太过丰富，看起来十分有故事。静大爷并不言语，专心致志地梳好头发，听闻小鲍赌让他心里想点什么，静大爷就老神在在地讲述自己的生存法则。我这人呢，什么都不想，甭管什么事儿，过去就忘，我心里也不记着累他。肖像画完的时候，静大爷不住地说：“孩子受累了。”您受累了，大爷。你不是给我画的吗？这我还能感谢您呢。就您这形象，让我画了最好的一幅肖像作品。待到静大爷想给点钱的时候，小鲍赌连声拒绝，还按照学校模特的报价扔下了课时费。静大爷有些稀奇地葫芦起手边的猫。钱不多，你还给我钱？对，就按学校的课时费吧。谢谢吧，您静大爷。隔天去鲍赌张家里剃头的时候，鲍赌张念叨着今朝脱了鞋和袜，不知明早穿不穿这样的话。老人家相互宽慰之余，鲍赌张说起了包办葬礼的事儿。咱们也不要在排场，只要是干干净净的走就行了，少给儿女添麻烦。儿女呢都活50、60了，他们也不容易。就这理儿吧，就是这理儿啊。像您嘛，向殡仪馆打个招呼，要什么样的规格，什么样的车，什么样的排场，什么样的花圈，整容不整容，您打个电话就行了。我就是打听一个事儿，没有别的事儿，麻烦您了啊。傍晚的时候，静大爷就到了电话亭，询问办葬礼的手续。除了身份证件外，就只有500字的生平简介，让静大爷犯了难。他也不听那边更多的业务介绍，就直接撂了电话。所谓的丧葬宣言依然从电话听筒中传出。公共电话的另一头是青春正盛、彼此缠绵的情侣。静大爷睡前整理好着装，坐在收音机旁，开始了自己的生平简介。我姓静，我叫静广台，民国2年出生于北京，那阵儿还叫北平呢。静大爷1914年出生，上过私塾，念过四书五经，实在算不上大字不识。年少闯荡过江湖，唱戏当过武生。17岁开始学剃头，3年学徒时光不可谓不辛苦。后来老爷子也曾开过2家理发店，直到50年代公私合营，才无偿上交国家。从此开始骑着3轮车，在胡同转悠着给老主顾们剃头。殡仪馆跟我要500个字生平简介，那有多少啊？一生太长，静大爷说着说着，就把早年间还是半大小子时经历的那些玄事儿、妙事儿，增长的那些见识全想起来了。磁带停了就继续录，大爷絮絮叨叨的说了大半宿，直到提起自己的2段婚姻，想起那个不争气的儿子。您说他哪样哪点儿，他们也不随我。我说他干什么呀？老爷子想起糟心的事儿，也不想再说了，索性换盘磁带，开始听戏。听着听着，老爷子眼神发亮，变得通红。他晃悠着身子，思绪回到了另一个时间段。他平静地看着眼前的黑猫，一口一口地毁了磁带，也丝毫不动声色。就这么相对着，
坐了一夜。第二天晌午过后，靳大爷出门的时候，居委会过来送身份证，对方惊讶于大爷近100岁的高龄，殷切的请大爷有空的时候去分享长寿秘诀。大爷一听就来了精神，有什么呀？啊，不人老了就有3样：怕死、贪生、睡不着觉。你不一样，我跟他们不一样。大爷颇为自得的一摆手，就这3样毛病他都没有，天大的事儿他也倒头就睡。街道上人声鼎沸，小吃摊热气腾腾。靳大爷慢悠悠的骑着车，突然发现视线中一片模糊，他惊觉自己的身体状况，急忙下车，靠墙根坐了下来。他时刻记得自己要干净利索体面的离开。他掏出随身的梳子，却发现自己连摘下帽子的力气都没有了。下一秒，靳大爷无声无息地垂下了头，他的世界一下子变得寂静无声。就这么在阳光下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孩童放学归来早，嬉闹的声音响起，靳大爷的耳边再度喧嚣起来。他再度回到了这个繁华的世界。他拿起梳子，明白自己又活了一次，第一时间摘下了帽子，将头发仔仔细细的梳理。每每从什刹海过，回回路过城墙根底下的板寸王，靳大爷今天却是停下了脚步，观望良久。刮不刮脸您呢？挂。哎，好嘞。您这个头理个什么样的呀？头了去1指，上边是2指，两边找钱儿。嘿，您讲究哎。哎呀，明天我照相去，转了不好看。没错儿，您呐。这是2个手艺人最深层次的交流。苍老斑驳的城墙下，杨柳垂髫到什刹海边，夕阳照亮了天边最后一抹光彩。此刻无限黄昏，靳大爷的遗像和寿衣摆在了床头柜上。这晚又是一个平常的夜色，大爷摘下了假牙泡进水里，关灭了灯光。靳大爷的儿子来找的时候，却得不到爸爸的一丝回应。他看着眼前的遗像，周身震颤。直到老爷子终于从床上吱声，他那一直走慢的钟表彻底停止工作了。这次只是睡过头了而已。儿子虚惊一场，连忙向爸爸报喜讯，靳大爷有了重孙子。大爷只是波澜不惊的对儿子讲了句：“当爷爷了，爸。”儿子连忙拒绝爸爸拿钱的动作，并在临走的时候抱走了遗像和寿衣。那座老旧的钟表也被靳大爷包了起来。春去冬来，银装素裹，北京城画上了拆字的地方越来越多。路上行人总要问上一句：“什么时候拆呀？”再得到一句：“快了吧。”两方就心满意足的将头转了回去。这是2006年传记电影《剃头匠》，讲述了北京城最出名的老人敬奎的晚年时光。片中的靳大爷就是由敬奎老爷子本人出演。影片一经上映，就获得了第37届印度果阿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、金孔雀奖，在某瓣评分也一路飙升至9.2。敬奎老爷子出生于1914年，17岁就进了理发店做学徒。出师之后，敬奎陆续在地安门、清华园开设2家理发店，做了掌柜，对剃头、刮脸、放税等传统技术活样样精通，为不少名人服务过，顾客络绎不绝，上至教授、官员，下至百姓、学生。50年代后期，因公私合营，敬奎将理发店上交，开始在胡同口走街串巷给人理发，纵使90岁高龄也不改习惯。2014年10月31日，这位传奇理发师因病离世，享年101岁。老人活了一整个世纪，朝代更迭，人来人往，他风流过，辉煌过，到老也不曾放下那从事了一生的事业。他对这个世界的变化不知所措，对老物件情有独钟。做表的钟摆，爆肚的赌人，剃头的家伙，可他又坦然地接受世界的变迁。店铺上交，房屋拆迁，空巢留守，子女不成器，老友离世。人老了，仿佛就被世界遗弃，被隔绝在人潮之外。大爷不求成就几何，财富几何，只是近乎执拗地要求着自己，在未知的死亡来临之时，他可以利索干净、从容体面地离开，不给别人添麻烦，不给自己留遗憾。人还在，物已非，可总会在某一天，这些老人家、老物件、老传统也不复存在，随着他们一起消逝的，还有那些尘封的旧岁月。人谁不愿老？老去有谁怜？身受带贫减，发稀冠自偏。废书原稀眼，多久未随年。经世还安适，阅人如阅川。细思皆幸矣，下此便萧然。莫道桑榆晚，未霞尚满天。我说这一个人要做人呐，得呀，别觉得自己啊了不起啊，得有容量啊，得有一个人家得有容量，那个别较劲儿啊。我是焦瑶，咱们下期再见。